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连亮君。吴哥好，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英忠老师，大家晚安。好，那当然你看到在媒体上面，那昨天呢，包括检调针对在士林北投这一区，那又发动了一些包括你说约谈的议员啦，或者什么相关这些，大家就会看到整个大罢免一直往下，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如果在这2天出来的一些讯息，包括讲说那个换领衔人，如果讲国民党如果要攻守之间在攻绿营这个地方的话，那2席，一个是士林北投，一个中正万华。小平今天在这个地方嘛，等一下会聊一下中正万华现在一些的情形。那士林北投看起来领衔人似乎不太有可能要换了，想尽办法找张克进吧。那他们说到现在都还没有放弃。在上个礼拜，你还记得在节目的时候，上礼拜五，也是礼拜五。然后现场的来宾呢，大分都在。我问31会比几，大概最后都是出0吧。然后上公本来是说还有1席，说什么他们国民党应该要弄出1席，但是上礼拜听完小平讲以后，你也变0嘛，对不对？你变0嘛，对不对？好 ，OK。我是说0的话，我5雷轰顶，好吧？对对，你说那不得了嘛，对不对？5雷轰顶嘛，对不对？对。来，一中，因为上礼拜你不在嘛，对不对？对。你觉得第2阶段31，最后国民党攻的数字会几？0。好，那因为2位是政党代表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这边一定会少，这边一定会多，所以这2位不问，好不好？那可是如果真的看最近又发生一波像这样的事哦，创下小平用5雷轰顶来形容哦，万一到最后真的是31-0呢？基本上，国民党现在面对的叫做6月6日断肠死，因为6月7号截止嘛，对。然后现在6月6号断肠死，因为到那一天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现在国民党最后1个礼拜只有寄希望于李孝亮因为最后的希望、最后的救赎就在李孝亮身上。小平，你们要协助他，不然的话，李孝亮那一集1个礼拜，大概也很不容易嘛。所以最后寄希望于李孝亮，所以你的意思说士林北投不用讨论了？不用，士林北投不用讨论了嘛，因为那已经变闹剧了，这才是重点。现在国民党已经不是悲剧，而是闹剧，变成笑柄。那个赖以任的你那个所谓的还有什么挂号性平信先前的鲑鱼有，然后要换领衔人是吗？对啊，然后鲑鱼对不对？然后现在鲑鱼发现有很多红鳟鱼去替代，对不对？那个生鱼片不纯，然后这个情况之下，国民党变闹剧。所以被闹剧之后，虽然说现在还有这个机会，那你们要怎么去说服整个张克进愿意出来呢？但是连思刚张思刚都已经去复训了，原因是什么？是说在比对整个吴思瑶的联署书里面有4年前，有部分是跟张思刚当年的名单雷同，那如果拿去之后，或者是有知情，那又变成是再一批的幽灵联署，那整个怎么弄得下去？难怪我相信张克进绝对应该会留在苗栗，不会回来，对不对？因为绝对他干嘛要去扛这件事情呢？他只要拖到6月7号，6月7号嘛，对不对？所以国民党6月6号断肠死。然后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你说北投士林这个吴思瑶加上今天的思刚，怎么可能？我们会吃那个正露丸啊，要止泻，他断肠死嘛。对。然后接下来还不止如此，後面的持续的31-0之下。国民党更难看的是什么？更难看的是，本来呢后面开始打入账，那31大概都是国民党的优势选区，县市长、地方首长，可是现在国民党被闹剧之后，还被人家质疑你的地方行政能力乱搞，先来一个基隆，再来一个花莲，现在再来一个南投，所以地方行政能力、行政机关。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被党所用，或误用，那这个东西就变成被质疑，那被质疑这样被盯下去之后，所以接下来连国民党最可能最后抢救的地方行政优势，都已经绑手绑脚，所以6月6号断肠死31-0，然后大概目前看起来是8月2号或9号可能要投票。那这投票之后，而且第一波过的18个是都过130%的，仇恨值最高的，所以搞不好8月2号或9号，国民党就是立法院的少数党。
OK， 会惨到像这样一个地步吗？好，如果要真的讲，这只有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比较清楚吧。像亮君一中会不会太年轻？6月6号断肠时是诺曼底登陆，然后那个过程当中，你知道那场仗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一个登陆战，连当时的盟军元帅都觉得这一仗是赢是输不知道，所以那时候他身上摆了一个字条，就是如果这一仗成，那是所有将士用命；输是我一个人的责任。OK， 那你可以看到，对，那可是这一仗如果真的讲，小平，就算你说的真入丸，知道真入丸怎么来的，对不对？日俄战争的时候，那个真入，那个入是 Russia 的意思，对。可是日本是打赢喽，日本是打赢，日俄战争日本等于算是打赢，那场他是打赢，他是打赢了，对，人家不管是不是靠真入丸止泻，人家是打赢了。你们现在怎么止泻嘛？小平这样，我们这样讲，攻守两边，待会儿亮君讲一下蓝绿两边各自的气势。现在31-0如果摆在这个地方，对你们来说，你自己都用5雷轰顶是吧？是。可是现在看起来不是31-0而已，理论上是负数为什么？0大不了就是没有。你们是因为这次后来要攻绿营的那些地方惹出了这么多的一些麻烦，所以对你们来说要怎么样去好一个止泻，另外一个对你们来讲还能够守得住你们现在的状况。赵少康，你应该宣誓你要帮李孝亮过关嘛。不，我一定会努力帮他签。我们都已经爬楼梯了啦。我跟你讲，你知道以前在青年公园那边，你不要笑成那个样子，你都笑得我抖起来。我自己都爬楼梯了，好不好？你自己亲自每一步去按。爬楼梯当然有区域性，就叫国宅嘛，对不对啊？前一阵不是那个东豪也提了嘛，聊了一下国宅跟那小房子嘛，反正总之蓝军比较多的地方嘛。然后好多里长跟领长都出来爬楼梯，为什么？那时候我3年前我去连那个 Freddy 的时候，你在青年公园摆一天可以连100多分，就在叫双河市场是最密集的地方嘛哈。现在摆一天可以连3分，一天呢？一天连3分。好，那当然连不到的话，我最多也摆11场、12场同时就是那个。然后现在，那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连给李孝亮嘛，对不对啊？他是领衔人。那我们现在大概再过2天先交给他1000多份了。那我们我在你的节目讲一些秘辛，好不好？好，消息秘辛。以前不是传的这个上一副最清楚，爆破，有爆破，不，我跟你讲，我是隐忍不发，不是爆破，这个是这样。有 A 队、B 队、C 队，有没有？C 队就是我啊。你是 C 队，我是 C 队，A 队是那个张延廷嘛，然后 B 队是李孝亮嘛，对，然后你是 C 队，对，那我们大概也连了差不多3-4千份但份数就超过超过2300嘛，我们有23万公民1%，好，然后呢，我那时候其实在心里在挣扎，我在你节目讲这个天大的秘密，现在就可以讲哈，然后但我也是很守规矩啊，我虽然是改革派，有大局我也是顾的我就打给那个大头，那要不要送件？大头解释一下，对，副秘书长你要讲，对，就是叫做朱立文办公室主任，好不好？好，那总是党中央了吧，是吧？好，他就跟我讲说我请他请示一下这个主席，然后大头回我的话就说，就是2阶这些西队的转化成2阶的养分，就2阶在帮他们嘛我说好，这个算不算很乖到愚忠了吧？其实我心里想他们这些年轻人出来然后很多要选议员，在联署上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这第一个，不是无怨无悔做纯志工，这第一个。第二个，然后他们是连不成的，我的判断然后那可是想想，党要团结，你知道那时候我处境也不好，黄绿也不让我们连等等的，不管。那我重点是那句，我做顺民，我做顺民，我就2阶帮助他。可现在想想是有些后悔。你还记不记得清零散场3年前，那时候你也去帮林长佐等等反罢免，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那个郑科爽他们那一组年轻的，对吧？那他们先发动，他们连得很慢，我就很快1阶连成，2阶连成，后来因为党不团结也没过嘛，只差了1%多，差了差不多2-3千票。好，那这一次如果其他地区有法律问题不管，大家会怕。可是这一次是连中正华也有法律问题。如果其他都有法律问题，而中正就0跟1的概念，就是即墨跟举城的概念。那这个地方如果干干净净的，我们这样去连下去的话，会成大家不怕就会成。万华都没有官司的问题，可但时间已经过去了。是我们选择
党的团结，我们没有造次，好吧？我这一次，可是想想，哎，可惜了，有点可惜。那再拉回来，我讲一下那个赖以任这个事哈，这个700份，哎，我再讲张思刚，先讲张思刚吧。他们思刚昨天约谈的这件事情，对你们接下来，尤其像在中正万华，你会不会有影响？会不会有影响？我们也担心他的安危啊。就当然，我们希望他那个名单说跟3、4年前我罢免这个 Freddy， 他罢免吴思瑶，那时候后来他们就停了。那我是一直延续下去。好，就你如果是有一个名单提供给他们，这是 OK 的。对你去打电话，你去打电话，你去拜访什么，你就化成更多名单。当然，这张志刚就没有风险嘛。那这个名单，可是每个人都有交一些名单出去。那这个也要问司法，也要问张志刚跟那个赖以任才知道。OK。我讲一下，我再解第二个密了哈，叫700份。其实我先解第一个，有网友说钟小平真是神预言呐，因为你在上个礼拜在节目就讲，我不是有问你说那个你觉得赖以任他们那一席，我知道寄2000多份，对，但你是讲说哦，恐怕你那寄2000多不可能同意。回复率100%，这个是办不到的。那其中700份不是那个联署那个一阶的提议的，对4000多份合格2阶，对，那个700份其实是他们在一阶的时候有街头联署的，那700份是干干净净的名单，但不是一阶的，一阶没有送这700，不是。那你说他们明知道那个是一阶联署，但是没有送出去的。那就没有意义啊！他们本来想，对你一定要是找一阶过的提议的，对，那4000多份要找到和2100左右的啊。那你去找那700份要干嘛？好，2个。所以他们是不是有阅读障碍，法条读不懂？不是，他们就要送冲那个量那个媒体的声势。不是你冲媒体声势干嘛？不，你相信我，这个是小兵，你聊是真的吗？啊，因为赖以任是出来讲说，他们所有那些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而且都他的说法是，我先讲他的说法，因为他们送了大概5000多份第一阶，然后呢，结果合下来是大概4000多份。OK， 对，那4000多份，那现在要换领衔人嘛，所以他要在那合格的4000多份里面要去找到2000多份，一半嘛。对，那他的意思是说，那应该是因为他不知道那5000多份到底哪些是当时不合格的1500份左右，哪些是合格的4000份，所以他们找到回来的那些里面啊，可能那700份就不巧刚好就是那不合格的那1500份里面，他是这样说。不是，可是你现在的说法是，他那700份那个4000多份的不是，700份是700份。你说700份是根本没有送到第一阶的那5000多份，那个700份跟5000多份是没有关系的。700份是700份，你说700份是根本没有送到第一阶的那5000多份，那个700份跟5000多份是没有关系的，没有重叠的。小平，明显他们都跳出来背书，明显还出来背书，这就是李明显他们心好，多爱护年轻人嘛。你说的是真的吗？不害死思刚，害死。昨天不是已经那个台北市选委会讲得很清楚了啊？我是照台北市选委会的说法，今天在台北市选委会是说那700份是无效的，因为它不在那合格的4000份里面。是啊，不是。我现在再解释一次，你们大家听得懂吧？赖以任的说法是，当时他们送了5000，好，我举例5500左右，对，结果被踢掉了1500，所以还有4000份是合格。现在因为要换领衔人，所以呢规定是你要在合格的这4000份里面去找到过一半的人2000，对不对？对。赖以任说他们后来不是讲说他们送了2300多了，然后2300多，结果被踢了700份，说是无效。对，他的解释是说啊，因为那5500左右。有1500是当时一阶被剔除的，有4000是合格的。我不知道哪些是1500被剔除，哪些是4000的。那也许那700就应该是被踢掉的那1500，但是前提是那700是第一阶都送出去了。你刚刚的说法是那700是第一阶根本没有送出去，那你在糊弄人的意思。那700可能是第一阶不在那4000几百份里面。
好，不管700是不是，你今天要过，你连署了4000多份嘛，4000几百份嘛，那你是不是要2200、2300才可以换领衔人？对。那可能问题是你寄信只寄了2000多嘛，那你不可能100%达成率嘛，概念是这样。所以我们昨天有讲，你为什么不再多寄一点点？应该是把原来的那4000多，记得5000多份被剔除了几百，对，假设还有4800寄出去，要成功2400，对吧？应该要这样做，这是最完美的嘛。这个是正常做法，是吧？所以为什么连署书罢团都要尽量搞个1300、1400、1500，他就是怕被踢掉的嘛。小平，你还是要坚持你刚刚讲那个700是，因为现场来宾会被你吓到。东华有没有吓到？有啊。如果那个700是根本不在上公，那700如果根本不在那个不要说4000啦，那5000里头是第一站根本没有送出去的。我也蛮讶异啊。对啊，因为等于你说是不在那5、6、7、7哦，5000多里面就根本没送。第一次跟第二次总共送了5、6、7、7哦。说法是说，那被剔除的700人仅能说明不在中选会认定合格的第一阶段提议人名单内，也意思就是讲这700是，刚才小哥讲，没有在那4000个里面的，对，但是可能是在第一波那1500里面嘛，对。小平，所以所以这个时候，这时候蒋万又要忙了，因为媒体一定会追这个问题。当然啊，对，会问台北市选委会，那台北市选委会哈。台北选委会就是代为执行这个中选会的交付的任务嘛，对不对哈？好，那所以呢，那可他们又不会讲得很清楚，公务员，但也必须要讲清楚，因为你们会追他。他只要不要讲到那700个人的名字，其他是可以讲的。对，他是可以讲。那700个到底是不是在第一阶？所以大家会，他只要讲他在1阶里面还是不在1阶里面，所以大家会追问他。对，就是记者会问得很明白。你送了4800份，假设1阶了哈，就因为加补件嘛，对不对哈？2000多再加补件，4800左右。那请问这700份有没有在这个4800里面？对，其实就一句话就讲清楚了。是这样的。那小平，可昨天我解读，这个台北市选委会的看法是似乎2个关联性不高。我以我的经验，小平，以我的经验，好，那小平个人解读是这样。那我在看他们的公文的说法了，台北市，你知道公文都是有点玄妙嘛，你听起来。但小平，我们就直接讲，所以这次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重伤到，如果真的刚讲30-0，可是对你们来讲的话，攻成这个样，守那就更不要讲。所以对你们来讲，整个甚或有人讲，你们就放任年轻人，因为大家讲年轻人有热情是对的。可是好歹不管你们资深的或党中央，应该要下去卯下去，一起帮忙的弄啊。是，所以现在当务之急，第一句话是我们总教练是不是朱立伦？是，好，这个时候对不起，那上公不一定认为，但我觉得制度上应该是总教练是他，但是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啊。总教练是他，那现在我们比数大幅落后嘛，对吧？跟打篮球一样。我今天刚看完那个灰狼跟那个比赛啊，没有把棒球打成篮球，然后。这时候第一件事要干嘛？不是让球员继续失误，让人家快攻灌了或者3分9，是叫暂停。这是要叫暂停，重新整理部队再出发。这是主席跟总教练要做的事情。我认为是，当你背的时候就缓一缓，不要急攻，急攻会被抄球，会被灌篮，然后会伤士气。所以我觉得在此时此刻，这个时候逆境哈，逆境就要，我觉得等待一下。等待有时候在此时此刻是一种很大的政治智慧。OK，来，亮君，蓝绿之间，照目前看起来，整体的气势，你们自己看呢？因为你们前面有罢团嘛，现在3阶大家在讨论说，那么想跟罢团在3阶要怎么合作这些。可是除了你们自己这个话，你看国民党现在，你能够想象出来国民党为什么会把整件事情会变成这样？我觉得国民党的问题大概就是懒惰，就是说。因为你真的再去做这个罢免联署，其实真的很简单，它就是硬功夫。反正你就是出去摆摊联署，一个一个去收。即使你真的要去找党员来签好了，那也是挨家挨户去敲门，敲党员的门，拜托他来填这个联署书，然后把它收回来，就这样，而不是去找党工来抄，然后坐在冷气房抄完之后，1张2块3块，付钱给他，请他来抄，把党员变成联署书，但你完全没有费苦功，所以他的这个罢免行动就会变成说，他的民意基础其实是很薄弱的。那自然你在社会上的讨论，大家看起来，现在有这么多的各个县市的这个地方党部的相关人员啊、党工啊、主委啊，有的被搜索，有的被羁押。那当然，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国民党发起的罢免行动就没有正当性。好，那如果最后假设真的是31-0的话，其实我自己在看啦，就是说，当然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啊，那罢蓝委的有31席，看起来就是军事这个军容壮盛，但是我会觉得说，假设
真的是31-0的话，其实国民党我不知道接下来国民党策略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隐忧，就是说。国民党他等于他不会分散他的战力了，也就是说，他假设他原本是还要罢免绿委，他会出现2条战线，他就是要来这个要防守嘛，这些我们自己的蓝委不要被罢掉，另外一个就是要进攻，要去罢免民进党的立委，就这边要喊罢免，这边要喊反罢，对，那所以他就会有2条战线，那这个是另外一种做法。可是如果是现在假设是31-0的话，那他就统一战线，全部防守，全部防守，然后把所有蓝营的这些支持者集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统一战线，那其实目标就会更加明确。再来就是，当然现在大家一直在讨论说，到底现在国民党到底是谁当头？那如果最后这个大家会觉得说，那朱立伦如果他主席就是一个虚位主席，那实际上真正在指挥接下来整个反罢行动的可能是其他人的话，那也就是国民党会重新整队。那如果重新整队的状况是好的话，那再加上现在国民党的战线变成是防守的话，其实接下来我认为是不容乐观的。就是说，在接下来的31-0，大家会觉得说31席接下来就是等投票就好，并不是这样，而是接下来会面临到国民党战线统一重整队之后，包含傅崐萁他一定也会想保自己的位置，那他背后的这些红色势力会不会在接下来到投票之前的这一段期间，还会有什么样的行动？那大家会讲说现在。立法院延会到7月31号，那大家众说纷纭嘛，有的人讲说是不是司法保护伞等等的，但是我觉得我猜啦，这些立委大概还是会回访选区。那每一个选区的状况不一样，你看有的热战，有的冷战。可是当国民党决定统一战线、防守的这个行动，如果最后确立拉出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到底最后？在31席到投票那一天，到底真正能够罢掉几席蓝委，我到现在其实也还是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预估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是不容乐观的。尚总，现在看起来的话，到底问题出在谁身上？怎么会搞成这样？那对小平刚刚有讲说，叫个暂停吧，整顿一下吧，或是承认就是31-0就认了。但是亮君也讲，你后面不是31-0，问题就打完了，3阶投票中间还有包括忍券期嘛。然后那国民党到底该怎么样？可是你现在光看第一个问题找到了吗？第二个该负责的人真的知道是谁了吗？所有这些对国民党来讲，一个头3个大。当然，议员张世刚昨天被约谈嘛，其实赖宜任昨天也被调站约谈，甚至于要开侦查庭，第2次侦查庭。所以不是他上一次。不是上一次的时候，他们上一次他是跟李孝亮前后都有开1次侦查庭，5月7号嘛，好。那当然，这一次下来以后，大家都说谁该负责任？因为该负责任人都很多嘛，也蛮多的。你说党中央不用负责任，然后都要负责任啊。国民党党中央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人负责任吗？有啊，政治责任、道义责任都没有更不要讲法律责任。有一直鼓励年轻人话语，他连道义责任都没负啊，只会害年轻人呢。你现在最简单的一件事，你看最近陆陆续续出来的报道，国民党内的传闻，一堆，那国民党内我记得我不断的重新说过，党中央信任青年军嘛，党中央早就不信任青年军，早就不信任。党内里面就在传起诉书出来以后，大家就应该更了解状况。为什么要等起诉书？就看大家在里面讲了什么，谁咬谁了？好，讲了什么嘛？那你注意看嘛，刘思颖现在还看得到他吗？躲起来了嘛。满志刚也很低调嘛。这2个人，被咬得还蛮凶的。我听到的是被咬得还蛮凶的。那现在都躲起来。那现在大家都在探究一个问题：自张克进走了以后，谁在主导这件事？毫无疑问，赖宜任嘛。赖宜任嘛。张克进，现在赖宜任说什么要找张克进啊？大家都说找张克进啊。张克进的家人坚持反对张克进再出来，坚持反对张克进再出来，那要把张克进找出来，大概难了啦，大概有点难。那现在大家，你刚才用了4个字叫隐忍不发嘛，那你发现大家现在都发了，都不隐忍了，都不忍了，连将近1个月前的事
都讲出来了。你包括说，黄国梁党部，北林四头区党部，包括社会部等等去了罢摇总部开会，是有人气到当场带队离席，气到当场带队离席哦。然后里面党中央的主任有主任坚持不去罢摇总部开会哦，不去就是不去。为什么不去？因为当时是要跟谁开会？赖宜正，就有人不去。因为当时是要跟谁开会？赖宜正，就有人不去。就有人不去。那听说那一次赖宜正是把各个单位呛爆了。你应该要有多少扣打？你应该怎么样？你们为什么？当然了，哇，我们现在是来被指挥的嘛。哎呦，所以黄国梁党部走了啊。黄国梁党部开会开到一半走了。然后社会部水主任也被呛了。也被呛啊。当然事后大家问他们都说我不清楚状况，被呛的就社会部主任啊。我这边明讲了，就社会部主任也被呛啊，给我水晕响啊，那也被呛啊，也被呛啊，所以在那里面被呛啊，辛苦了啦。那大家出来就已经极度不爽了，极度不爽了嘛。那你记得青年军当初都说党中央都没给资源，不对啊。20+10+10不是有吗？所谓20+20+10，当然就等于说是来自于3方面的资助嘛。有啊，怎么会没有呢？为什么会呛到说没有呢？钱拿去装潢总部为什么会呛到钱没有了？所以大家其实当时问号都一堆，叫隐忍不发。朱立伦还背黑锅说中央没给钱，记不记得？你们记不记得那时候？隐忍不发就很清楚了。我就说，我很明确讲20-20-10嘛，对呀，来自于3方面的钱嘛，怎么会没有呢？隐忍不发，大家都隐忍不发哦，对，大家都隐忍不发哦。然后一直到4月14号，一直在搜索过程当中，大家也在打问号，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党中央现在跟青年军是什么态度？是什么态度？大概。能不参与、能不接触，大概都不接触了。大概都不接触。那大家就会觉得，赖以任这个召集人并非法律上面有角色的人，到处在呛东呛西，大家都已经很不爽了，甚至于说在捷运站里面在呛嘛，人家捷运不能嘛，就出来啊，呛说。不走，要找议员，果然有议员就在议会质询了。还记不记得呛中选会要找立委开会？所以大家对他是隐忍不发。为了罢免隐忍不发。那好了，一送出来，大家都觉得一失败以后，大家就觉得被骗了嘛。党中央接到的讯息是会过嘛？就那个罢免别人会过同意书，然后那时候一直谈到詹嘉文的问题，然后党中央就很纳闷了，不对啊，詹嘉文我们跟他谈过啊，为什么跟你赖宜任讲的不一样呢？又回过头来去问詹嘉文，詹嘉文跟党中央的说法完全跟赖宜任完全不同，所以党中央一直在打问号嘛，党中央就一直在打问号，一直在打问号，一直在打问号。到现在为止，大概大家对赖宜任是能够不沾不碰，就尽量不去碰它了。上公好，那我不知道赖宜任对于小平刚刚讲那个700份，或者上公刚讲那个过程，会有什么样一些的意见？但是显然，上公，我只要再问一个。国民党中央，照理来说，如果真的像这种选战，这种罢免觉得这么重要的话，国民党也是战将如云嘛，
那为什么国民党就是要放任一个像您刚才讲到，这个被气成这样，那个被气成这样也没办法，也只能让着他去这样弄？国民党为什么要做事像这样的状况？那你要回到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朱立伦召集开会，面对大罢免，不是说当初还没有喊到什么以霸制霸，就开始点名嘛，双吴嘛，2个原住民嘛。张宏禄嘛，这是一开始的点名嘛，在那会中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就想学人家嘛，那边是公民团体嘛，在里面决定就是，我们也是公民团体先行，请各地方党部联系公民团体，结果联络的是青工会，那个叫公民团体你叫青工啊，不。青工总会，你知道青工总会总会长改选的时候，时辰日程是主发会在党中央贴公告的，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改选青工会总工会会长，他叫公民团体吗？公民团体里面的改选是党中央主发会出来贴公告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改选的。上一次不是为了延后改选，还引起很大的争议，出来贴青工会总工会的那个总会长的选举吗？这叫公民先行嘛？那党中央的策略就假公民嘛，他就是要弄个假公民嘛。那如果当时直接党内直接介入呢？就中正万华就周小平你去弄，然后中正万华最简单的一件事嘛，你主委召集议员，2个选区的议员，然后各小组长带着名册去拜访，议员联署，小组长去拜访党员签。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吗？不会吧？应该不会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时间点的问题，因为选罢法过了嘛。选罢法过了以后，你2月1号才能罢免嘛。选罢法2月18嘛。那之前以罢反罢的时候，公民先行，其实公民团体已经罢蓝委公民团体早就在动了嘛。只是在陆陆续续组织化的过程都在弄了嘛，那你在那边晃着啊，2月18号啊，那个复议过了，那个我们也要赶在那个时候，对，要不然要用新法，你要赶在那个时候嘛，那赶在那个时候，那你有摆摊吗？你有教议员嘛？你注意看哦，党中央发议员的 KPI 是什么时候发的 ？KPI 是第2阶段联署的时候发出来的。第1阶段有没有发？第1阶段议员完全没有接获通知哦，没有接获任何指示哦。进地检署之后才有 KPI 的，就官司开始在搞的时候还没有 KPI 正式发出来的时候是2阶啦，对啦，对，2阶啊，是2阶联署的时候，那1阶就有官司了，对不对？1阶就有官司，2阶发 KPI 嘛。对啊，你说追根究底，到底为什么？好，那如果照上公刚那样讲一路过来的话，东好，第一个。赖以任还是说没有放弃哦，他还跟你讲说联署还是要继续哦，再艰难的状况下就要往下走，多令人感动这一块啊。但是他就讲不会感动啊，以前这种事情会被办成这个样子吗？没有，从来没有过嘛，所以以前都没事嘛。国民党根本就是偷懒嘛，他只是想反制大罢免嘛，而但是很简单一句话嘛，议员、联署人、党工。交保的交保，收押的收押。党中央有出来讲一句话吗？他只会怪司法嘛。那问题回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像台北是选委会查的耶，他不是中央选委会查的耶。你如果一开始就好好联署，哪有那么多事情？我插一句话，但是你刚刚讲是台北选委会。可是，在过程当中，你先到包括黄国昌主席，包括讲到就是那个说那个领衔人啊没有办法换啊什么，每个都直指就是民进党，就是党赖政府，就是什么什么，大概都是用这样一些书。他不管你是台北选委会、什么中选会、什么这些啊，那他就是在同温层里面，就是讲给同温层听嘛。那就有一件事情嘛，如果你的同温层动了起来，联署会联署成这个样子，就客观事实摆在那里嘛，就是。你说我讲的东西如果有用的话，蓝军的同温层呢有那么薄吗？你光你自己的同温层、你自己的党员、你自己的支持者出来联署，台北会联署成这个样子，就是就算你讲的是对的，
小案大办，国民党嘛，他看了不爽，但是他没有要出来支持你，对，这是两回事啊。就他不一定同意司法机关这样子办案的方法，因为接二连三。可是跟他要不要出来投反罢免票，是两码子的事他没有等号关系。然后更何况国民党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为什么讲说党中央没有人出来？先不要讲法律责任了，修选罢法一路国民党主导，这个事情搞成，然后你今天又搞成这个样子，任何一个基本上政治上的人都要政治上都要有一个人出来负责，有没有一个人好好的站出来跟大家说对不起，我们做的不好，结果所有的错都是赖清德的，都是司法的，那你修那个法干嘛？你干脆国民党再修一个法，冒名联署拿掉，根本不要罚嘛。你修法在修什么？这个事情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修法，是这个政党你能不能负责任？你能不能负责任？然后你看司法连一个联署都搞不好，还想干什么？然后你再看这个过程中，像南投，不要再来第三个民政处的事情。我们有台湾选举啊，从我当兵的时候看过选务机关不中立，因为我在新营，那有一个新营事件，我看过选务机关不中立。那一天我是安全士官，我在警备总部台南县条管区当兵，台南县政府被翻掉了，我身上是带实弹我那时候在担心什么？我很怕群众会冲团管区，为什么？选务、辅选都在我们管区里面做的啦。那天我是安全士官，万一有人冲过来，我要不要开枪？正好，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看到那个不中立是什么状况？所有开票预估发生什么事情都在我们大礼堂啊。选举结果还没公布以前，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天我也在台南当兵，然后旗山把我们的那个装甲车，然后那个时候台南不是陈水扁哈，现在大概没有人记得，因为民进党那时候推的是一个日本的农业博士叫李宗藩，然后要连任的县长叫李亚乔。可是这么多年下来，除了花莲有过换票是那个票柜事件之外，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我们对选务中立、行政中立这件事情。大体上大家都能够信任，这次已经2个了，南投不要再来了，因为所有的选务你还是要靠各县市选委会，你从联署造假，到选务机关没办法保持中立，这一连下来的伤害多大？你从联署造假，到选务机关没办法保持中立，这一连下来的伤害多大？有没有人？我已经不期望国民党了，国民党赶快换一个党主席，因为国民党到目前为止，他对你自己的党员、对你自己的志工、对你自己的支持者，你真的没有交代。OK。可是东豪刚刚讲那个，来一中第一个。人家说选举要热情，罢免要仇恨。对，可是对国民党来讲，为什么热情吹不出来，连仇恨值我也没办法把它拉高？这到底出了什么样一些问题？如果照刚刚东豪那样讲，不要再出现有任何民政单位，因为我们讲嘛，行政单位我不管你是中央是地方，对，在所有的过程都应该要中立。对，当然国民党也有喊中选会，你到底是不是中立？譬如赖以任那个，你就让他补件不行吗？好，这个是他们喊，但是你说选务单位，尤其民政单位，对。民政单位已经出现了一个基隆了，对，出现了一个花莲。如果东豪刚担心了，不会还有人在这种时候再把民政单位也赔上去吧？虽然现在南投检已经说要开始分案调查，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前面已经有1个案、2个案，你不会再弄个第3个案吧？这就是国民党现在支持者他们自己非常焦虑的。你知道，我礼拜6每天晚上6点，我大概都会听陈辉文的节目，有时候开车会听。他现在他每一次他那个会接 call in 的。你知道陈辉文都在讲什么吗？他除了骂国民党以外，他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在安抚他们的那个听众。因为那个听众就是比较懒的一群。
过去拢是咧骂的，今麦拢无，今麦拢安抚，叫大家忍耐，懂一个。好啦，啊，大家论起来啦，就是他现在变成是心灵导师，在安抚。民众不耐什么？不耐就是因为国民党的这个整个这个荒腔走板的这个大罢免这件事情，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废。我们先讲官的部分，你执政的县市，你只要就是你怎么可以请民政处长去查人家资料，去查个资这些，这东西。你讲不过去嘛？这种东西你要怎么去跟人家解释？就像监察院，如果你说你的车子去送狗，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也没办法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所以对国民党支持者讲，他们喜欢国民党，但不代表他们可以接受国民党的官员去查资料，这是一件事。然后另外就回到罢免，就是说，好，你要以罢制罢。你说当初他们是恶罢，我们要反恶罢，我们要以罢。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勉强可以接受，但是你不能用私心。国民党这一次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反罢免，就是他们以罢制罢这件事情。他们是私心嘛？你讲到罢无事其事，那谁找的嘛？那谁找的嘛？找的人现在人在里面呢、就是他们嘛。我讲一下，以中正万华来讲，好，你当初看吴佩英那三卡都，他的票比较少，柿子挑软的吃，你要吃 ，OK。那你就找钟小平哥就好了啊。对啊，钟小平上次他2阶段他罢免 Freddy 他就过了嘛，所以他有经验嘛，所以他们确实他们上次就这样，他们当时3阶没过，怕我选立委了。对嘛，重点在这里嘛。谁怕你选立委？我立功。没错啊，所以你们在一开始要以罢制罢这件事的时候，你们就私心私用嘛，你就是怕钟小平选立委就这么简单嘛，所以你找了一个李孝亮去嘛。那同理，你说赖宜任那边也是一样啊，赖宜任更俗辣了。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那个700分那个就是重复联署那个送件人还不是他他不但不是领衔人，也不是备位领衔人，连那个要补那个700个那个的，他们是说是由一个林姓人士送件就整件事情，即便那个700分如果有什么 trouble 的话，也是那个林姓人士要有问题就赖宜任也没有送件所以你知道如果出事的话，也都是他们的事这我觉得这很扯吗？他是没有资格送件吗？他可以送件，为什么不能送件？那个他反正就没也待机啊。他也不是提议人，也不是对，他不是提议人。不，但等于那个林姓人士也不是提议人，也不是领衔人啊，拢没也待机啊。孔永嘛，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个？那理论是不该收这个件啊，不，我现在讲说整件事情从头到尾好像没他的事。他刚刚那个义夫哥讲，他可以这边指挥那些区域党部的那些，每个都只会呛，每个都比他大的，然后。这个要负责的好像都没他的事。然后你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吗？他之前是把他的那个罢免吴思瑶当做他的竞选的那个团队，自己在那边玩。这是之前嘛，就是每一次要罢免吴思瑶的，你看那个照片就是他很帅嘛。后来被骂了以后啊，你知道他后来他就把他的头像拿掉，他新的就是没有头像，大概被骂说自己当偶像。然后你知道他现在跑去干嘛吗？他跑去找林佩祥。对，他到基隆。他前2天跑去找林佩祥，然后这边得意洋洋的就说他要看看基隆人是不是早上6点出门啊，什么就是那边，你感觉得出来，他的伙伴们水深火热，一个一个被连张思康都不来不及被约谈了。他可以在基隆跟林佩祥这边比看谁是边缘人，谁不是边缘人。我问你，这像是要罢免吴思瑶的动作吗？就像李孝亮。就整天在那边一个人站在那边孤零零的，然后行说他自己很可怜，下雨天，然后还要跟国民党道歉。你觉得他是要罢免吴佩益吗？这些人从头到尾就没有罢免的意图吗？他们只是以罢免之名行自己选议员的这个支持嘛。这2个人曾几何时，现在大家全国版面在讨论他。国民党里面那么多优秀的人才，结果现在这两咖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在争论节目上讨论了，所以他已经得到他所有要的了。然后在国民党制这里面。有识之士，他会觉得说恨铁不成钢。可是有一些搞不清楚状况，他会觉得说，这2个年轻人很赞就扁呢，这笑亮就优秀深蓝很喜欢。李任基本上为难国民党穷，所以他们选议员票也不用多，你只要拿到那个1-2万票就够了。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布好局了2026的议员的选举。那至于你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看有没有褫夺公权呢？这个他只要会不会突然打水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很聪明啊。你看我也基本可能我也待机啊。而且甚至连民众党都已经盯上了，民众党最喜欢挖国民党墙角嘛。那现在你看李孝亮最近都会上谁的节目，上馆长的节目，上蔡壁如的节目，那动作很明显的嘛。民众党挖李孝亮这件事情啊，有人说那李孝亮不一定，因为民众党在中正万华可能有那个吴怡轩要选，无所谓。他可以换到任何的一个地方，因为对民众党来讲，他只要把李孝亮这种挖过来以后，他凸显一件事：你国民党就是腐败嘛，你对不起年轻人，就上到国民党了。对，
而且你还要让年轻人对你国民党道歉。不是，你们两个隔着上空，这个一搭一唱，不是你们俩合的还蛮好的。因为整件事情，我平常讲，今天如果小平当初就找他出手，今天不会沦落到后面的下场嘛。3届我不敢讲，但是至少2届没问题。对，所以说等一下他们两个在讲的时候，你就往后退一下。对，你就这样，他们两个就可以直接对话。所以你们这些大头，包括黄旅、景如，包括朱立伦，你们私心自用嘛？你们主要开会的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今天才会轮到这种程度。然后现在搞到现在，连国民党那些地方山头都纽泽西护栏。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但是国民党还是。你平常讲他们的底盘还是深的，刚刚亮弟有讲，所以我们就是霸团也不要轻忽，就是说不要以为说他们现在这个阶段他们是乱七八糟，所以我跟你讲，现在有没有31-0或31比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其实已经集结到3阶段，就他们摆明就是他们要靠3阶，而且他们3阶要靠谁，你知道吗？这没出息的国民党，没出息的朱立伦，他就是要靠黄国昌的，靠民众党又来了。他前2天又跑去新竹，朱立伦现在爱死新竹。我讲朱立伦你是很爱我们新竹是不是？你看这个台有没有？他就是带领那个什么党部座谈会，然后邀请的是谁？高虹安在旁边，然后包括民众党的那个党部主委都在这里，所以他们已经很确定一件事，就是蓝白合就是他们要抗这个大罢免的，他们已经不管这你刚刚讲这个什么2阶段，就是什么联署不联署，其实按照法规来讲，我有帮他们查，我很认真，就说。比方以李肖的赖以任那边来讲，他那个领衔人现在不是 trouble 吗？他其实是规定是选罢法83条是规定说，如果这个2阶没有过的话，原提议人1年内不得再提罢免。我讲的是原提议人，但是他的法规解释是，如果有另外一个新的提议人来的话，是可以再提。所以其实他们是可以再做的。可是那个现在有没有在做，其实也不重要。所以国民党现在已经摆明就是找民众党抱在一起，不然那个谁，你看那个罗廷伟为什么会哭倒在黄国昌主席的怀中？很清楚了。如果照刚刚一中那样讲，创下，其实对了。不管是不是31-0或什么，因为是不是31也不知道，要等最后你说中联最后审核完以后嘛。可是数字大概也不会相去太远。重点是在于说3阶跟2阶是完全不同的打法嘛，大家也都知道。所以3阶很多国民党的委员现在全部都在打3阶。可是对国民党来说，现在是不是还有几个？第一个，刚才一中讲的，靠白银。蓝白合之下，是不是能够有多少援军？这时候都是来源的援军。第二个。有很多时候呢，有时候不一定是要靠自己强大，可能要靠别人添柴火。就像罢团说会没有冷却期，他们说不会吧，因为国民党有很多委员自己会丢柴火进来。同样的道理，对国民党来说，就算他自己不够强大，如果别人出事嘛，譬如说内阁，譬如说好监察院，你说有没有那个车送狗狗啦什么这些东西多出一些的话，对国民党来讲。那一消一长之间，等于对他们来说就提供搭柴火啊。这个是国民党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有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但是因为国民党现在乱成一团，所以就算天上掉下礼物也没人接球，那没人接球就变成这个很多状况都变了。但是这种变了里面呢，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状况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完全的国民党的人没有动力，那没有动力也不想出来投票，因为他们对国民党实在觉得很失望。我不小心投票了，我投了不同意，结果还救了国民党，救了朱立伦，救了这些人，他们不爽。但是后面你说他们有没有那些？你看民调里面嘛，这次是正传媒49嘛，对于大罢免还是觉得好像有意见，可他们不想投票，但是不想投票里面，他们其实你会看到他们有一些讨论，你看他们的留言的讨论，让民进党一党独大，好吗？甚至于让这样一个内阁烂党独大。好吗？为什么讲到烂党？其实你在网络上，叶秉成在年轻人那边发酵很重，对，这个发酵非常大。那叶秉成那个年轻人，这一次的民团很多也是年轻人，他们对这件事情也是有意见的耶。那对很多人来讲，尤其我们走过的30年前，太太去逛商场用公务车，那个就不行的，对不对？你对司机用脚踢椅背就要下台的，那还叫政务委员呢？这样一个基本标准，今天是送狗，而且。监察院就该管，政务官搞这种事的，监察院第3号人物，关真，第3号人物，你竟然说我已自行处分，其实社会上其实很有意见，可是这些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国民党没接到，但是另外一个，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整个民进党也不要太轻忽，因为这一次的公民运动，我上次讲过，这个叫做代议政治的校正回归，那代议政治就是因为我这些立法委员、民意代表不够格。我要换掉，但是政府的责任是什么？责任政治的校正回归。你们这些人就是躲在
傅昆萁的背后，躲在柯文哲的背后，躲在朱立伦的背后，然后就这样子轻轻的了事，那种的不满其实会累积的，而且现在将来3个月，这3个月的时间里面是有变数的哦。如果哪一天你要记得当年的时候，突然来一场大雨，韩国瑜就崛起，因为那种情绪是不小心会被引爆的，所以民进党也要担心这些阁员，所以他们现在是不想拯救国民党，不想投票。所以他们现在是不想拯救国民党，不想投票。但是如果想要重整着内阁，搞不好他们出来的意义是不一样。所以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内阁问题在于国民党就是撑不住嘛，国民党就接不了嘛，然后接不了之后就是天上送来很多礼物都没有拿到。我这个时候就会看第4阶，就会非常有趣了。补选第3阶教训国民党，对，但第4阶代表我要支持民进党嘛？没有啊。补选归补选，罢免归罢免，可能是2件事。对，可能。也就是说，如果民进党在这段时间，你自己的内阁执政能力各方面没有处理好，我可能罢免掉国民党现在的区域立委，我为什么下次补选的不会是国民党又回来？所以3阶跟4阶不要把它当没有等号关系哈。OK， 但小平对你们来讲，天上掉的礼物，像创下讲，你们真的都接不到吗？人家有掉礼物，有掉刀子，你们老接刀子不接礼物，那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状况？像刚讲到，现在真的对你们来说好，眼下看到你们攻守之间，刚才讲的那些问题，你们有看到吗？另外一个是，现在真的白银对你们来说，已经算是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吗？先讲白银，因为整个轴线都是白银。从头到我在你节目，从去年选总统开始，蓝白合的方向都是对的，可是最后他反悔了，那个伤害就连弥补的时间都没有。今天已经倒过来讲，好不好？如果有未卜先知啊，我认为就该推韩国瑜出来选总统了。即使2020败成那样，2024还是他有机会赢，你知道为什么？我请问一下，什么叫韩粉？你们知道吗？被柯文哲弄走的，对不对？因为柯文哲是表现的什么两岸一家亲。他讲的话跟蓝的都一样，所以绿的不会投他嘛。就换句话是彻底的蓝营自己分裂。好，他是不是有个人的魅力，所以拿到了韩粉？他拿369万。那请问他的党是拿多少？300万。69万就是韩粉啊。这不是基本的算术吗？那请问69万，如果他少了69万，我们多了69万。如果总统候选人2024是韩国瑜，那你当你会赢的时候。那你韩跟这个赖中间的也会有化学变化，西瓜效应嘛，只是这样的话都是都晚了嘛。好，因为你完全你从头到尾一股脑全部党就是蓝白合，他给你回马枪说我反悔了，没有救了，那就是。可是你们现在还是在走蓝白合，可是我在这边自我吹嘘一下好不好？这个节目啊，容我一下。我对党的贡献是很大的。请问你他拿369万强不强？强吧，他现在还有369吗？现在怎么没有了嘛？黄国昌的小多了吧？从26%政党变成一个10%的政党。我有不同意见。来，因为黄国昌的台湾民众党跟柯文哲的台湾民众党的结构已经不太一样。对，是。黄国昌的台湾民众党从20岁到70岁都有。柯文哲的时候主要还是在40岁以下。黄国昌的台湾民众党。成功的吸纳了很多蓝军的人，就是一些中老年人呐。我简单讲，有一些你看到连60岁以上，他都有20以上。刚好你说他吸纳那些蓝军人，就是他靠那时候言必称赖清德，就是眼中看到赖清德，打赖清德打到就对了嘛。他已经把50岁以上的票打出来了。好 ，OK。好，请问一下，卢秀燕最可能代表国民党选2028，那如果民众党还是有369万票，根本就宣布赖清德就连任就好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合嘛。现在你把第一个，我是不是抓了他的贪腐？柯文哲，我市议员，当然你市长贪污我不抓吗？我在你节目再一次讲，我说为了蓝白合，他那个闲事事件，我愿意说 sorry。可是这个政务的事我不可能退让嘛，对不对？很清楚哈。好，如果黄国昌还有369，
卢秀燕还想当总统，不是哦，现在他变小了就好谈了嘛，还是蓝白合，但是主力小多了，这难道不是我对党的功劳吗？不是吗？我再讲回来，原来百转千折是这样子。OK， 哎，两个一样大怎么谈？对，有道理。你想办法削弱了他们。当然有道理啊，当初就是涨了369万，所以他后来表了你们国民党对6点协议就表掉嘛。但是对，有道理。你们要小心一件事情，我们讲蓝白合讲习惯了，不要到最后变成白蓝合。不会，我们还是大嘛，我们这个党你不要那么有把握。好，我跟你讲，黄国昌的吸星大法也蛮厉害的。那我再一次替那个游淑慧感到惋惜。他有没有被人家呛？有。今天你自然来，然后他们来什么，在很后院，在警服们去呛那个大嗓门、大圣公呛游淑慧，我也认了。你不可能不让白的来，那是蓝白合的一个场子。可是不可以10点让他进场，前面那个尾鱼区、摇滚区就是准备呛我们的人嘛。这样对对我们从政同志是有一点残忍，对游淑慧。那我没被呛到，我在第3排，因为我这个比较低调，上面都是人嘛，我就不一定要跑到前面去。我这个不爱出风头，私底下了解我的人知道吗？我做人是很低调的。好，然后不是就是不必让同志这么委屈嘛？蓝白合，我跟你讲了，两个人相爱啊，自由恋爱也是真的要相爱，硬凑不是你都已经把蓝白合讲成这样，讲了你个人对国民党的贡献，能够这样。可是回到刚才讲，眼下这一席大罢免之战。创下的意思是，国民党到现在也看不出来，你们真的看到人家就算执政的过程有出现任何状况，也看不出来你们在这中间没打嘛，对嘛？你们根本没有嘛，没有追打。然后刚才问易中的就是国民党为什么选举热情吹不出来，连仇恨值都不像东豪口中的黄国昌可以用仇恨值的吹法成功拿到50岁以上，然后本来属于国民党的一些票，你们就是坐在家里面。热情的也不来，恨别人的也不来，那你们到底这一仗你们要怎么打啦？所以不管从意识形态，不管什么带狗，那个秘书长带狗去洗澡用公务车等等，每一个事情，我记得我这边要称赞吴敦义一下，国民党做的最好，这个上宫可以去那个作证。做的最好的就对文传会跟我们攻击发起线最快速回应的半天回应。你早上做错什么事，民进党，我们下午就回应。他有建立一个新闻的机制。那时候吴敦义在当秘书长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还蛮厉害的。那现在那个是厉害，而且把全国的小组长全部找出来开会，就是党籍重检。那时候就没什么死人什么，因为小组长都找，因为我们有交钱没交钱，党有70-80万，交钱有33万了，有投票资格等等。好，他知道他找出了多少8000个小组长，全国这样分区开会，不至少还在干活啦，就还是一个党的体系，还挺完整的那时候来。我当然觉得听起来你在骂朱立伦的感觉。不是，就现在不是一个党的体系不是啊。现在文传会主委或谁任何的体系，对不对？然后干嘛？那就快速打击部队，好不好？我这样讲，这是一定要建立的。好了，上公，所以刚刚就讲到，对国民党来讲，攻守失措，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嘛。那除了这个以外，那眼下最现实的啦，就是你会看到现在还是一样的烽烟不断嘛。花莲傅昆萁已经一个头两个大了吧？他已经要去跑车，送车，然后已经要去包括跑红白帖，然后你没是一个文化局长还被羁押，就所有这一些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那更不要讲刚才东豪讲，南投如果要再有人涉及到，尤其是一些行政单位要涉及，那就是更不得了，因为现在明知道大家都会用放大镜去看着这些，还有人这样干吗？我觉得还是有你看，还有人在那边呛说，这个预算，如果你违宪为什么，你下次送过来，我还要删更多。这个他已经第2次说了又是不分区然后这个立委的群组里面，已经大家四面哀嚎，拜托很多人不要讲话你就发现被拜托的有人就真的蛮乖的离岛的就很少讲话了但是不分区的依然顾所以很麻烦嘛所以你看到国民党，国民党就是一个你忍也忍不下去，然后热得很奇怪，热得很奇怪。你热的事件都是什么事件？热的事件是你们那个国安会咨询到底要去哪一个国家，哪些人我们要开秘密会议。礼拜一真的要解冻的时候，人都不见了，人都不见了，然后
你们惹了一堆祸以后，那人都不见了，哎，大家都觉得奇怪嘞，啊，人都不见了，哎，人不见，对民进党解冻是好事，但对国民党是好事吗？大家会在算，哎，你不是有领薪水吗？薪水小偷吗？又跑了吗？又跑了吗？退辅会3.7亿，那个饮料过期，饮料过期，冻结，谁在喊？赶快送过来的，不是信义区姓徐的立委吗？哎，真的送过来，人又不见了，大家又不见了，解冻，就解冻了，国民党又不见了，又解冻了，哎，环境委员会，环境部，几亿的预算，多少案，也解冻了，外交国防也解冻，现在是拼解冻啊，然后解冻过程当中，10次有8次蓝白立委都不在，你到底在做什么？其实你不在，你以为你不在我就躲开了吗？没有啊，大家问你为什么不在啊？你们当初喊杀的时候多凶狠，解冻的时候人都不见了，不见了干嘛？领薪水人又不见了，我不晓得国民党热又热不起来，冷又冷不下去，他一直就在中间矛盾中走来走去。当大家要冷啊，花莲文化局局长被收押了，大家又3条线，因为傅昆萁花莲永远是这一次罢免的指标区，因为它是指标区。那指标区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花莲他们有够担心了吧？2月18号，傅昆萁跑到香港去，然后惹到跟他去香港的被关。3月2号夜罢来了，然后4月份也是那个事情一堆。3月14号收园丁，3月25号收花莲县政府民政局民良珍，然后4月份开始，4月2号张俊跟你登广告，你说有停过吗？一直到4月17号，傅昆萁终于陪了朱立伦去地检嘛。然后还好那一次他也不太敢讲话，没什么讲话。然后你就发现，4月26号那一天不是大罢免吗？那你们那个在凯道吗？他不是陪着朱立伦去那个中正一分局接受访问的时候，多强悍啊！不仅罢免，我们还要弹劾，我们要穷尽一切方法把赖清德拉下来。哇，讲得好有气魄，好有气魄。然后讲完没多久，5月2号，园丁被通缉，通缉完了以后，5月9号，园丁主动到案。5月10号婚礼上面，我还有很多任务，我的任务跟总统一样啊，1年4任，4年了。他会觉得，4月26号你不是穷极一切要拉下他吗？现在你任期跟他一样了，你不是要罢免他吗？所以人民不能罢免你吗？所以你一连串的事情下来，然后到5月14号，民良珍被起诉，不到2个礼拜。文化局被带走了，而且账外多1000万。文化局被带走，将军府的案子可能涉及到图利500万的事，然后局里闹鬼，还不断的请人来驱鬼，然后一张照片，一个场景的照片拍的多角度，申报多次，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然后被带走，然后你事情又发生，然后。现在怎么办？你光花莲一连串的事情，一直下去，这些事情真的只在花莲吗？真的只在花莲吗？不会吧？他整个震波整个就扫过来了。徐小新除了各位印象就是在那个傅盛里摆摊那一次以外，你最近想想看，他还有讲什么话？没有，很低调。没有牛许婷向来坚持热战，最近有听到牛许婷的声音吗？也没有了。打热战的人声音都不见了。那傅昆萁声音也越来越小，但是花莲事情越来越多。你让大家全部人回想下去，你整个事情就不断的一路走下去。我们还不后面还会谈嘛南部低端的事。好，你现在讲到低端这件事情，我就讲。你说大家要自己低调，也拜托譬如说不分区低调，大家所有人都低调。但是有很多时候，好，譬如你讲这次那个低端说，
岳人之昨天在节目里面，他就对不起，岳人之前天在节目里面就讲，他就说，我也没有同意啊，我不过就是坐在旁边。一中这件事情烧很大吗？这整件事情对于国民党的那些委员，源之一直在节目里面也喊冤啊。我觉得源之你就是谴责啦。你就谴责朱姓男主持人呐，就因为你说你昨天那个你在前天那个就是在这里的那个说法，网络上吹的都剪出来，在那边酸叶源之，因为他不是说啊，像你们我在讲话的时候，你们也在滑手机啊，那到底我讲什么，你们也不见得知道，可是人家敏凤姐就呛他说啊，这时候我们是有6个来宾，但是你跟我们从家主持人我们有7个人，啊，你那个专访就是1对1嘛，所以就旁边就只有你嘛，那你当下其实你就应该要制止说，哎，抱歉，这一点我不接受，就是说你主持人你有你的看法，你要考试南部低端那是你家的事，但是拍谁我不，好，你当下已经没有动作了，就算了，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应该要出来清楚的跟他讲。因为一起朱麒麟，那他的节目比较属性来讲是比较蓝的，所以一摩擦，他可能他的支持者就认为说，对你们就是他们就自诩他们是天龙国，你们就是低端，但是你的身份跟他们不一样，你不是主持人，你也不是名嘴，你是要被罢免的立委，李家恭喜在，我们有去查了，你知道当初那个核四公投案啊，其实以板桥区来讲的话，因为朱姓主持人意思就是说是南部都是那个灌票嘛，不。其实板桥是不同意大于同意，也就是说10万多票，对，就是小弟是10万多的其中一人，整个新北都是不同意大于同意啊，尤其你的选区嘛是不同意大于同意的，因为核四在那个贡寮，所以那个有区域的属性。你的选区嘛是不同意大于同意的，因为核四在那个贡寮，所以那个有区域的属性，所以等于是你的选区板桥来讲，他们其实是不赞成这件事，但你也不出来解释，你就是我郭源之武侠现在也让他在水吼，像见不完的肥菜，就是很多事情时不时就冒出来，然后又盖下去又冒出来。可是现在就很好，亮君，所以呢，对你们来说，那就坐在这里，就霸团讲的，就反正你们大家有人要添油加火，那就添下去了。我跟你讲，源之他前天在节目里已经虽然有那样讲，但是一中讲的是，因为大家一定会看的是现场反应，然后后续这些，尤其是你现在已经面临要被罢的第3阶。再加上想一想，刚刚小平讲的，国民党如果这样的话，那浊水区以南该怎么走？你如果再往下讲的话，光以台北、新北，等下上空大家可以补，台北、新北，如果我没记错，最大的同乡会云林同乡会，第2大嘉义，对，第3大彰化，对你光这几个同乡会，那就不得了嘞。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国民党的立委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这些发言上面然后跟应对上面。都感觉很迟缓。第一个是当然先前这个林佩祥讲说自己是1%， top 1%， 然后我就觉得很厉害。结果你看叶元之面对这样子这个朱姓名嘴的这个说法，那他也不现场制止。那再来，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现在我想这些蓝营的委员一定要想说啊，要怎么样反罢啊，然后拜托民众说多多看这些蓝委的政绩等等。就我讲一个很好笑的，就是说这个廖先祥戏子的廖先祥啊，他有上节目然后跟谢龙介一起。那谢龙介就反正就帮廖先祥讲话嘛，然后说啊，希望大家还是要去投这个不同意罢免啊，那如果这个廖先祥有错的话，哪里做错我就替他跟大家说对不起啊，那这个有错就道歉这样子然后结果呢，廖先祥在旁边说什么？廖先祥在旁边说啊，对啊，那多吃几只白虾，洪都拉斯白虾。哇，我真的是觉得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又让大家想起来你那个逻辑错乱的提案。这个中国不跟洪都拉斯买白虾，结果你去砍台湾外交部的预算，说莫名其妙逻辑不通。所以你说，就是我觉得人都会犯错，人也会失言，会讲错话，这个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可能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你。重点是你要怎么面对这个错误，面对这个失言嘛？那很简单，其实面对失言、面对错误3种状态，一种就是知错能改，那就是一个最成熟的做法。另外一个就是知错不改，那知错不改但是他至少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嘛，对不对？那第3种呢，就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然后也不改，还把这件事情拿来嘲讽、拿来搞笑。那惨了！现在国民党，包含像我刚刚讲的廖先祥，就是第3种最惨的这种。
所以整个国民党集体现在都是这个状态。那再加上说廖先祥他自己啊，这个霸团，你看霸团送出138.6%的这个联署书。所以这不是说一点点民意，而是高度民意认为廖先祥他过去在立法院这些表现，然后在地方这些表现不好嘛。所以你说这不是单纯的失误，或者是刚刚讲的包含叶元之没有及时的去阻止这个朱姓名嘴讲出这种南部低端这样子的话，全部都放火烧，然后连带的整个会变成互相影响其他的选区，那到时候就是全部人一起被拖下去。对，因为我们台湾就这么大，说实话，你说从南到北，那大家南北这些，你要讲像这样的一些人，尤其对国民党刚讲的委员，南部的、北部的所有这些，所以对他们来说，那一定就会觉得，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浊水溪，小平刚讲浊水溪以南，你们到底该怎么办？小平，那你告诉我，那你们现在这怎么办？这样这些该怎么解决？我们怎么办？其实现在还是有救的。忘掉仇恨哈，最大的那个良药是什么？时间哦，因为我以为在制造一个更大的仇恨。哦，是时间，这些人通通都不要讲话了。我看成也直播，败也直播，很多人因为直播而崛起，在国民党变政治明星，可也都因为直播而挂掉，然后仇恨值很高，然后很可能被罢掉。我讲的是实话。那为什么直播重不重要？重要，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直播只是所有的宣传，所有的你的养成立委里面的一小块而已，对吧？就是我们这个党是可长可久的嘛，大家用360度来看嘛。建设公司啊，为什么像宏国建设？随便举个例子，它是建设公司，请问它的 mark 是什么？是2只大象，有没有？为什么？稳嘛，地基稳。就党也一样，建设公司一样，国家亦复如此，这是个大的概念，要有这种熏陶。这第一句话。第二是什么？你知道？这些被罢的人风口浪尖，谁上谁出事，对吧？这些人通通躲起来，让时间冲淡一切，而把能干的市议员跟真的不要乱讲话的不分区，好好讲话不分区，组成一个打击部队、回应部队。这个就是在帮他们。哪几个是好好讲话的？哪几个是不好好讲话的？翁小玲就不要找了。我觉得有些是不错啊，你去盘整嘛，因为或者没有被罢的区域嘛，已经其实不用多了。没有被罢是3-5个，你们没有被罢的区域有陈玉珍，有邱正军，有陈昭明，有陈学生。我跟你讲，陈昭明要哪几个？3-5个台北市议员，3-5个立委，够区域加10个够了，可以打一切的仗，可以打一切来辅助文传会打一切的仗，然后让他们风口浪尖的都不要上直播什么，让它淡化。对，小平这一次你说像元之在旁边出现的这个问题，如果就算大家现在都不讲话，都不什么那些，可是民进党会讲话，罢团的人会讲话。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一定会把这些，他们怎么可能白白的看着像这样的话题天上掉下来的，如果他们不去的，所以对你们来说，你觉得就一样，就他说任他说吧。也不是哦，雏形先出来你要有一个反应的部队嘛，对新闻媒体对不对哈？那他们不会饶不过我们嘛，他们一定要单独要完全执政嘛，然后我们就会讲说，你今天他完全执政就是把党灭掉，那国民党最大在野党灭掉的话，他们就是独裁嘛，不大家可以攻防嘛，他饶不过我们，我们要反击嘛。被灭掉还有民众党，这是更可怕的事情。民众应该还是留国民党会比较好。国民党还是个中道的力量嘛，是不是？不，大家想说，哎呦，那我们是不是不要让国民党亡掉？国民党亡掉以后，真的因为制衡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多数的理念台湾不管蓝绿好。还有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被罢的这个比例这么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票自己都讨厌我们自己。请问国民党现在的讨厌国民党是60%？你知道讨厌国民党60%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就是60%里面是全体人民60%很大。对啊，整个表态就80几的民调，80几分之60是什么概念？因为表态里面有100的嘛，你们正传媒常做民调，那表示说30%的民进党，好讨厌我们，当然嘛，民党30几%、30%讨厌我们占了80%，正常。对不起，国民党呢也有20%，我们60%讨厌国民党，有20%是国民党的人讨厌的，有10%大概是白的或中间选民，对吧？所以先至少让仇恨值下降。你那个罢免的危险度也才能下降。你国民党都自己讨厌你国民党，国民党现在罢免的几个风口浪尖的立委，
国民党都有10几趴要罢国民党立委哦，该选区的啊，这个不弄掉不是要命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能够还有时间，其实还来得及。其实，上空，你可不可以简单的告诉我一下，包括云林同乡会、嘉义同乡会、彰化同乡这几个，大概人数有多少？现在因为嘉义、云林加起来破100万啊，云林大概60几万以上，然后大概嘉义在50万上下。那3个同乡会里面，彰化算是少的，大概30-40万。那新北的人口400万，所以这3大同乡会占了1/3人口。如果以中南部以前我们以南部的定义来说，云嘉南以后嘛，那就云林加嘉义的哈，大概超过1/4以上，也就是100多万人口。那100多万人口散居新北各地啊。叶元之首当其冲，其他都不能幸免于难，因为大家都住在各地。譬如说嘉义同乡会的领导人，就住在小弟的选区板桥。5月3号连任啊，那个嘉义同乡会，台北的新北的嘉义同乡会的会长连任交接典礼，卓荣泰到，林右昌到，何博文到。张宏禄到，黄淑娟到，张嘉玲到，清一色民进党，没有一个国民党，因为小弟在现场，一个都没有，全部人来聊天的都想罢免，唯一一个是反对大罢免，跟我来的几十个人，所以你说。南部低端说法，你说会不会很惨？而且不要看云林跟嘉义，好像你看成2个同乡会。嘉义同乡会理事长连任典礼，在座云林同乡会几个重要的人，全部坐在那里主桌，全部坐主桌啊。卓荣泰也来嘛，坐主桌嘛，全部都坐主桌。你说，你一个低端说1/4的人口，一个低端说1/4的人口，那你说这1/4的人口100多万，只集中在板东选区吗？小弟的选区吗？当然不啊，不啊，板桥50几万人口而已，我们充其量，我们比云林同乡会人口数还低，板桥你说西北多，大安溪以北了，好，那西南新店、中永和少一些这样，这些。所以你说整个横跨的是什么？横跨的不是只有一个选区，100多万人那你说叶元之坐在旁边，一句话不吭，事后吭，你认为有用吗？有用吗？好，可是这整件事情如果真的要讲到走到3阶的话，东豪。大家不都在算吗？你看所有的民调，大家都会去算，为什么蓝营会需要白银？因为白云的表态率愿意出来投那反对罢免票的显然偏低，所以他们需要黄国昌不断的去鼓吹这一块嘛。这也就为什么蓝白之间一定要这样，包括蓝营自己，国民党的不要讲小平啦，所有的国民党朋友只要在这都知道，最后决胜负投票率谁呢？因为包括绿营的或是罢团的，所有能够你看到所有那些愿意出来投罢免票，大概都到80%甚或90%左右，那就是挺蓝营的或挺反罢的，那大概40%多50%。这一来一往之间，可是我刚刚前面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当你看到罢团有人凄风苦雨的站在那里，然后就算被骂2句，他还是要问你一下，说你要不要签？当你看到国民党要推出这些所谓的联署的时候，都面临到这些困难的时候。那你告诉我，3阶他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投票率能够拉出来？看不出来，大概只能拜托，其实拜托黄国昌不如拜托县市长我说实在，黄国昌能够带动的票多少？没办法测，因为以前他不是党主席，你也不能用2024年的柯文哲来测，因为我刚才讲过。现在的台湾民众党的组成结构的成分跟2024年已经不一样了，它有质变，然后这质变的部分有一部分是
来自于本来就是比较支持国民党的人，就是50岁以上的、60岁以上的，甚至到70岁的那一批本来是国民党的票啊，但他现在表态去支持了台湾民众党啊，他跑掉了。你只是你要黄国昌，只是要把那些跑掉的再叫回来而已。你还是在你本来的圈子里面呢。只有谁能够跨越那个障碍？只有县市首长啊，县市首长手上有行政资源呐、行政体系可以渗透到邻里长去了。因为这是被罢免的，基本上没有，基本上其实全部都是在国民党执政的。唯一一个例外的是这个新竹市现在是代理市长，那你也可以算是蓝军的，也可以把它算成蓝军。其他的没有民进党执政的选区里面没有国民党的立委啊，所以他只能靠县市长啦。可是你会害怕，你会怕说现在比较支持台湾民众党的人如果不出来，我的票就会减少。我的票就会减少，那是心理，因为心里面要抓一根浮木，但你抓到的是木头还是稻草，不知道，蓝白很容易合流，为什么？为什么说黄国昌不一定那么重要？因为两边的选民结构已经都反绿，都反赖。那么讲，现在的台湾民众党的基层，的票跟国民党基层的票其实是很相似的，对。所以只要有一个诉求，很容易就会合在一起。但是三阶他们一定打的就是刚刚小平讲反赖嘛，反赖，所以他们一定就打这个。所以黄国昌他们一定会做动作，但是事实上是县市长，比如说卢秀燕出来喊，的效果绝对要比黄国昌好太多。那卢秀燕出来喊的威力不在于卢秀燕喊的，是他是市长啊，一定是行政力量下去嘛。好，现在是问题出在哪里？国民党自己流失了一部分的支持者。然后现在的民众党，它的养分是来自于国民党，而不是1年以前那一块属于没有特定政党属性的人。那一块最简单讲就40岁以下。所以国民党怎么过这一关？不知道靠黄国昌过得了吗？不知道，因为不可测。可是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啊，不管是国民党自己本身，或者民意代表，或者是跟国民党青蓝的这些直播主，如果你继续添柴火，民进党不是没有犯错哦，监察院的事情不是个事情吗？可是那个事情，用公务车载狗狗，跟站南北，跟站高低端，你把这个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事情，哪一个发酵会强？当然是高低端比较严重啊。然后人家那边已经道歉，要自行处分，自行处分这个动作做得不够漂亮，这边还在继续开战呢。那国民党也好，或蓝军也好，就只有这件事情吗？这一段时间，你根本搞不懂为什么他可以出那么多议题。光个林佩祥这段时间比较乖，前一阵子他一个人就占据了10天的时间呢。然后救了叶秉成。对啊。教育部次长发生这个事情，他是不是一个好的教授，是不是一个好的学者是一件事情，跟他担任教育部次长在脸书上写到性平的事情，是2件事情。但是呢，国民党立委的角色在哪里？没有啦。我为什么要支持国民党的立委？国民党的立委作为在野党在监督执政党的时候有好好做吗？我没看到。对，东豪如果讲到这一块的话，一中，所以现在发生任何事，刚才上公讲了一段，因为最近解冻解的都超顺嘛，那都是轻舟一下就过了万重山的感觉，所以就会出现。现在有人在问的就是，那当时为什么要动？为什么要什么？意思是说，如果就算动，现在要解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出来要监督这一块？同样的道理，立委最重要的职务当然就是在立法院嘛。
东豪刚讲的是，当发生譬如说你说教育部那个市长叶秉成的事的时候，当发生不管监察院有没有什么带狗狗的这件事情，就立委有没有人要去质询相关的一些的单位，要去问这些，这是国民党可以在这里面发挥的。但是现在有一个现象是，委员大部分都不要出现。因为出现以后，怕这个仇恨值就升高。然后我讲了一些，然后我就算针对这些事情质询，你们搞不好谁知道又会有人把我在那推上面弄一些什么，把我在网络上面又剪一个什么梗，我会不会是那安全起见，怕丢咖啡丢钱？对。可是这样的话，那国民党委员为什么还有国民党委员？会不会出现另外一种质疑？国民党有点就是矫枉过正。他之前是删预算那么乱删一通，那其实什么叫解冻？解冻应该是说我当初冻结你的时候，我有提一个条件，你必须完成那个条件，然后做好了我就解冻嘛。他们现在不是，他们现在也不用条件，就赶快送，然后来了我就解。因为一直被骂说是因为总预算、扣预算这些，所以我觉得他们有点就是矫枉过正，就变成是他本身自断武功，就是他现在也不去监督。然后刚才小哥提到，那像官员的事情，刚刚提到叶秉成，但是民进党7个立委。庶民要教育部处理的，叫你国民党摆底下把我们再来冲啊，就变成是民进党的立委去监督民进党的官员，然后要求民进党政府做处理。可这个其实如果以天才我来讲，应该是你在野党应该是一个很好监督的机会，结果你把这个机会变成是民进党自己去处理这件事。好，那所以那你刚才讲监察还不止一个，监察院好几个，刚刚提到其实不止秘书长，还有好几个监委都有公器。但网络上有人在传说是不是被跟拍的？那我只能讲。即便是被跟拍，即便对，你自己刑事嘛，你有没有这件事？你来讲，你哪个没刑事跟拍不道德，这是事实。可是现在这个年代，你说就算没有人政治上跟拍，狗仔也有可能跟拍，然后杂志，反正一定是有人传出来，就是说，有一些监委可能有在公器私用，所以他们才会找人去跟嘛，不然怎么会跟到那个画面？那这表示说什么？里面监察院一定有人在不爽，maybe 是司机嘛，我司机我为什么被帮你做这挂代志，还去机场接送，所以他有可能去讲嘛，那人家你到媒体如果听到或是政治上有人就去跟嘛，那问题是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该讲还是要讲，就民进党支持者其实对这些事情是很不爽的我有在观察就是说他会不会就好像说，比方说秘书长那时候监察院秘书长说他就思虑不周，自行处分，好像就要过去，没有呢，我看到很多民进党支持者很愤怒，尤其霸团很愤怒。思虑不周，自行处分，好像就要过去，没有呢。我看到很多民进党支持者很愤怒，尤其霸团很愤怒。霸团因为你搞清楚霸团不是民进党不要把霸团跟民进党相等。今天会有31-0这个成果，其实是霸团这些年轻人包括很多女性朋友年轻人，他们在前线打了这么漂亮一场胜仗。那当然民进党有后援支持，可是不代表这些霸团可以无条件的去接受官真败坏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也让这个公民社会提升，就是说我们不是无条件的去好像是逢蓝就反，逢绿我就挺，没有我们还是会有一条线在。那霸团们今天会出来反蓝，很多原因是因为蓝就亲共、舔共，然后就是背弃他们老祖宗过去的那我有很多霸团是正蓝军，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厘清。那所以。不要说前面在打仗你后面这些高官就在那边，可能人家讲的尸位素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但是我最后也要提醒一件事啦，就是说，其实到了3阶段甚至到4阶，其实没那么简单。刚刚东豪哥已经提醒了，就是说3阶可能会过，而且确实会过。我这里估大概会10个以上，但是4阶其实没那么简单。因为4阶就现在被罢的是这一群舔共亲共的这一群立委乱删预算的，可是。他们如果在补选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有前面这些前辈被罢免的这个前科之鉴，所以会出来补选的这一批，比方说国民党这些人，他们就一定会跟他的选民解释说，我不会跟犯我之前那些亲共立委的错。所以这里面要4阶要打仗。那目前我也有听说了，民进党其实霸团有去找民进党的一些选区，就说买不赢这股人拔料以后，你要等来算，我算。就是起码困境是4阶找不到人选，有一些候选人是原本在经营选区的那些，可能是不想回来。他可能说他可能已经离开这个选区，他可能已经在做别的事情了，所以现在困境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而且最后还有他讲一件事，我一直很想要讲民众党。
国民党，你真的不要被民众党规划输去。我就用正传媒这一份民调就好。最新的民调，我们就看5月的这一份民调，正传媒，你看到民众党一直起来，国民党一直下去，他们的差距已经只来到剩5.8%了。最大的距离在去年10月的时候，其实国民党赢民众党是赢了14.3，就到今年5月，你只存5.8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民众党，我再去观察别的民调，别份的民调，民众党其实已经回到他们去年7月以来的高点了。他们去年7月就是柯文哲案子还没出来的时候，然后柯文哲案子不就一路趴吗？ 8月以后，现在民众党已经回到柯文哲当时的那个情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觉得民众党已经会流失，认为柯文哲贪污的这些人大概也不会支持的。可是他们从国民党里面挖了一堆。哎，为什么挖了一堆国民党？因为你的罢免这个过程以霸制霸，霸成这样子，你让你自己的支持者都觉得汗颜，觉得丢脸啊。那反正民众党，反正他就是逢绿必骂嘛。我也虽然我看不懂为什么他们要推核3公投了。我平常讲，因为台湾有4个核电厂，核1、核2，你现在推核3延役啊？为什么核1、核2不延役？啊，为什么核4不重启？核4那个也过2年也可以重案啊？为什么只 focus 在核3？是南部人比较好欺负，还是因为？人家名嘴讲的，黄国昌想要选新北市长，所以他就去找核3。我猜的话，因为我觉得黄国昌的核3是假议题，那个是个假公投，因为他全文有2个条件嘛，一个要主管机关嘛，然后一个是把安全无虞嘛，光是安全无虞4个字有多少程序要走啊？对，他那个就算过了也要拖好几年。那个程序走完，搞不好就是10年哦。OK， 可是他们现在毛起来打空污，就空污这件事情，火力全开哦。可是空污跟他那问题，他现在讲的是核3，就说那个核3公投8月23已经跟大罢免没关系，大罢免的投票绝对不会是在8月23。对，就算核3重启公投过了，它有2个条件，一个要台电嘛，一个要主管机关安全无虞嘛。那我就开始做安全检查，安全检查没有规定要做多久吧？我如果做10年可不可以？或者做5年可不可以？我自己的判断是，他为什么只锁定核3，是因为反正就是南部人都是民进党，没差。摆好利多。你说修理屏东哦？其实不是，我说这叫假议题。他用这个东西可以去凸显北部跟中部的空气燃煤发电。夏天来了，对，电会吃紧，然后电会就是夏季电费，然后他们就站在民进党人员政策的对立面，这是收割。然后国民党还是一点做。可是这个收割的是蓝军的支持度。收国民党对，收国民党啊。他是收蓝军的支持度哎。OK， 好，那亮君，那到了3阶，有很多人都会问，因为包括霸团也在问，那民党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因为现在进到3阶哦，3阶是真正比较进到像选举模式，对，所以以民进党或者是我们这些绿营民代的角色来说，当然在选举模式的状况底下，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可以接下来也是要去协助的。那再来就是说，在中央，我刚刚一直在讲哦，就是说立法院现在延会，所以现在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刚刚大家讲说啊，那这些过去这个冻结的，然后现在突然解冻的，那包含说这些很多的地方补助款这些议题上面，其实都是可以持续的。燃煤发电，夏天来了，对，电会吃紧，然后电会就是夏季电费，然后他们就站在民进党人员政策的对立面，这是收割。然后国民党还是一点做。可是这个收割的是蓝军的支持度。收国民党对，收国民党啊。他是收蓝军的支持度哎。OK， 好，那亮君，那到了3阶，有很多人都会问，因为包括霸团也在问，那民党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因为现在进到3阶哦，3阶是真正比较进到像选举模式，对，所以以民进党或者是我们这些绿营民代的角色来说，当然在选举模式的状况底下，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可以接下来也是要去协助的。那再来就是说，在中央，我刚刚一直在讲哦，就是说立法院现在延会，所以现在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刚刚大家讲说啊，那这些过去这个冻结的，然后现在突然解冻的，那包含说这些很多的地方补助款这些议题上面，其实都是可以持续的。但我觉得这在未来都绝对都是柴火，就持续的在整个3阶进到投票之前持续的发酵啦。但是我觉得最困难的，我觉得还是在整个地方上面，就是说，我觉得现在面对到一个问题跟困境，就是说，大家觉得2阶已经冲到这个感觉已经破100，因为像王宏威这边已经160几，
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那3阶好像就已经很有机会，就是会有一点点下降，会有一点点冷却下来。所以怎么样再把这个强度跟热情再提高，这在第3阶段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你以后每个礼拜都会跳健康操吗？不会耶，因为跳健康操不一定大家会觉得，大家可能只记得健康操，但是不记得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所以重点是他们几个美女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穿着跳健康操都穿蓝衣服。那个是没有啊，那个是那个联盟职棒联盟自己出的球衣，那是官方的，不是故意穿蓝的，不是，那是官方出的。你穿蓝色没关系，你可以吸引蓝军的人，吸引蓝军的人来投你们的票。所以不只是健康操，你的意思说要让他。你想策反主要还是主要的内容，为什么要罢免这个立委？跟蓝营在国会里面做的事情在重要嘛？那当然有一些小花絮，一些比较轻松的，它可以吸引大家注意。这有偶尔点缀一下，但绝对不是重点。OK， 好，人家跳健康操你的，你接下来到3阶，国民党在这3阶，包括你们，我看能够扮演什么角色？我看除了爬楼梯要翻跟斗，不要给他爬楼梯，要翻跟斗，那个吞剑，这个才救得回来。不要吞剑，吞剑跟滚钉场一样难。要加滚钉场。对啊，你们在3阶的时候，小平像你们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帮国民党这一位能够守得住？3阶，第一个就是时间忘记了冲淡仇恨，好。2保护他们就尽量不要上媒体了，更不要上直播了。那有一个叫做反应小组，就一个文宣的反应小组，就是人组要找个头组织起来。那第3。要票票入柜。今天大概不管正传媒的表态率低一点嘛，大概30几比20几，29，就是简单讲，29是赞成罢免，30多是反罢免。那这个等比就回到一般啊，如果表态率高，继续追问的话，民调就会全台湾40%赞成罢免，45%反对罢免。好，然后那40是什么概念？40就是一个麻烦的数字，因为40很可能投出25。然后第二个麻烦是。站绿的啊，就是要赞成罢免国民党立委的里面呢，有80%想出来投票，然后我们只有5%，这边要拉到70%，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这2成5哈，除了空战以外，另外陆战为什么要提里长？好，我这边讲一下，再讲一下里长。昨天好像有党纪有出来了，有挥舞那个党纪的党鞭了哈。那所以你们有里长被我讲3个里长，那为什么我不是特别要针对这些里长？而是第一个要公平 ，OK。第二个呢，就是里长散的话，第3阶也会垮，因为里长太重要，票票入柜是看里长嘛，简单讲好。然后要惩处的叫做南本里的郭有贤里长，可身负20天，目前据我了解好像是2年停权，2年停权就刚好到选举了，对，因为才1年半，对啊。那身负啊，那他后来是不是在缴联署书3阶努力？戴其清的想法，然后是不是有将功补退的机会，降一些这样的第一个，可是你也不能只动这个郭有贤里长，那中前里的方和胜里长，他说反对罢免哦，地表最强，我反对罢免哦，那没有党纪 ，OK， 还有一个叫永昌里的陈文如里长，我被国民党提名的立委候选人，那开了顾本会议，他跟他女儿现场叫嚣不要投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那后面党又一直扎他，场面很混乱，这个就比郭有贤里长更重。不，我认为党纪挥舞要公正，而且一定要有党纪，不然第3阶会垮掉。OK， 接下来3阶，那各阵营之间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硬碰硬的结果之下，那到底会看到什么样一些状况？我们大家再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